They call me king now. Do you believe it? No king. I'm such a king, I can't get a ballroom approved. 东王还在赢。2026年3月，美国防长被曝他的股票经纪人在袭击伊朗数周前联系贝莱德，试图重仓数家军工巨头。31号，面对美军军机运输军用物资飞越领空的要求，法国竟然不许，东王大怒，愤而发推，美国会记住的。一片混乱中，4月2号，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，自行宣称伊朗战事取得快速、决定性、压倒性胜利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键盘已冒烟的星辰。哎呀，给我一种每天在追黄金档电视剧的感觉啊！东王这个时政区最严厉的父亲，美国版苏大强，一边喊着虚空和谈，一边不断他口。伊朗呢，前一秒还是金陵副将，小姨子好样的，下一秒传出要谈判，现在呢又封锁海峡建设备站，剧情之跌宕起伏，笑点之酣畅淋漓，主演阵容之强大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那这场胜利到底有多快速、决定性、压倒性呢？转发加点赞，这就是 win win win。听川黄编。正所谓多亏有东王，热点素材多又长，股市涨跌忙。在川黄的英明领导下，美利坚终于体验了一把众叛亲离。3月15日，瑞士根据中立法禁止美国军机飞越领空。紧接着，意大利也以美军需要事先获得授权为由，拒绝美军轰炸机经停西西里岛空军基地。西班牙更狠啊！30号宣布即日起对参与美伊战争的所有飞机关闭领空，连部署第三国的美军战机也不例外。法国呢，开战3周后，一名法国将军领导的北约驻伊拉克特派团果断决定策应美国。进攻向哪儿攻呢？从伊拉克首都靠近美国大使馆的军事基地一路向后进攻，撤出中东。马克龙的戴高乐体验卡终于续上费了。除了不允许运输美制武器的军机穿越法国飞往以色列外，在董王发推讨伐后，总统办公室一脸震惊，强调没有改变立场，美军支援军机可以进入南部空军基地，只有一个小要求，不准参与打击伊朗。允不允许呢？答如允。正在日本跟早苗将对波的小马哥还不忘赛博扎小人。有人说欧洲慢，但那些自称比盟友快的国家，你不知道后天他是不是还跟之前一样立场，也不确定啊，他会不会不通知就做出伤害你的决定。7天了，这不是公然阴阳穿黄吗？啊！连共俄父子戴英也开始哈气了。首相斯塔默明确禁止美军使用英国基地打击伊朗，而英法名牌反对这事儿发生在48小时内。更离谱的是，31号美国要求波兰调派一套爱国者系统部署中东，遭到拒绝。波兰防长的回答是：哎呀，波兰的反导系统是用于保护自己领空以及北约东翼，不会挪到其他地方。好消息是，面对盟友争相摆烂，东王没有自刎归天，而是祭出了经典小连招。北约是纸老虎，个个都是250，待在里面心里堵，改天我就退出，看以后谁做主。你们是垃圾房外斗地主，厕所里卖豆腐乳，小丑跳舞自取其辱。不过星辰压这么久，观众还不点赞，那才是真的苦。甚至他居然号召盟友自己去抢石油。那些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缺石油的国家，我提议：第一，从美国买，我们货多；第二，把你们攒着的勇气拿出来，滚去海峡直接去抢。我已经帮你们把伊朗消灭了。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，逼盟友干老本行当海贼王是吧？怎么说呢？你不能只在要欧洲帮忙时才想起来他们是盟友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俄乌是欧洲的事儿，与美国无关。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，你行你上，唐罗主义，这可都是懂王的词儿啊！更何况北约的意义在于打我就等于打美国。现在伊朗用行动证明真打了，没有天兵离庭扫穴，而是盟友跟着挨揍。估计懂王现在的心情是这样的。把谈判都作废，现在伊朗已崩溃，他想跪，我不给机会。通胀飙升了也不管，花生股神赶紧转，我看谁敢嘲笑我反转。相信交易的直觉，顽强福特不含泪，不赢骂我不顶嘴。我说过
道该怎么做，就算梦都全开摆，赢过唇彩的花真坏。退出岁月必须走，这梦又只剩下小丑，辉煌已不在，装备正等待摇身的国债。快瞌睡吧，我赢得无奈，除了旁观的北约盟友，还有帮倒忙的猪队友，我觉得波兰能拒绝调用爱国者李在明还真羡慕不来。人波兰有话说了，我的2套爱国者是特朗普 1.0 时代花100亿美元巨资买的，2017年下单，2022才到货。何况即便他同意，这区几百发也不够王爷们造的。小提嘴啊，泽胜跟大毛血战4年，打了600发爱国者，而刚开战的几天，中东王爷们已经打出去800发呀，1个月下来更是打了2400发。阿联酋还表示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拦无人机嘎嘎好使啊，搁这当高射炮用呢。友情提醒啊，1枚爱国者导弹成本400万美元，而朗子的小摩托才2万美元。虽然我家穷的叮当响，无奈对面千金波斯两，哎呀，真是一对苦命鸳鸯。王爷们不会真以为弹药是货架刷新，只要给钱就会自动补满吧？造孽呀！不仅如此啊，阿联酋曾力荐董王，带兄弟们冲一次吧，我协助天兵武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。至于王爷们的战力，大家可以参考被拿着 AK 的拖鞋军打得满地找牙的沙特啊。当然了，天兵自己也没好哪儿去，几大战国神器接连爆雷。我原以为损失一架 E3 预警机已经很逆天了，没想到还有高手。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证实啊，伊朗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的 E3 预警机不是1架，而是2。你这别急，还有高手呢！继海上化粪池事件后，31号福特号洗衣房大烧30小时的视频曝光，大家先猜猜视频哪来的？没想到吧？航母上的水兵直接拿着手机录视频，然后泄露给自媒体的，太抽象了啊！一起欣赏下，现场堪称惨不忍睹。总体看下来啊，故意放火不太可能，但积极救火更不可能。抛开天兵信息管制比印度还差不谈，不说这是福特号，我还以为是寂静岭新预告片要开发前苏联废弃航母探险呢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4月3日1天之内，美军1架 F-15E 和1架 A10 攻击机接连被击落。谁能帮我算算美军现在重装备损失有多少了？A10 这种最年轻的，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下线的老古董，还能上前线，咱就不说啥了。由于 F-15E 飞行员跳伞落在了伊朗境内，美军居然又派出 C-130运输机在2架黑鹰直升机的低空伴飞下大摇大摆深入伊朗搜救飞行员，太嚣张了。计划是现实版拯救大兵瑞恩，结果成了葫芦娃救爷爷加黑鹰坠落2的大戏。对啊，救援直升机也被干了，紧急迫降，好在没坠毁。说好的伊朗被炸回石器时代呢？好在同一天俄罗斯也坠了1架苏30。哎呀，阿美和毛子这俩骡子真把我看上了。F-15致敬苏30， E3 预警机致敬 A50， 蔡俄4年丢的脸，蔡英1个月就追平了。现在就差沉个搜伯克致敬莫斯科号了，能不能稍缓缓呢？每天睁眼就改稿太难受了。F-15的机上人员目前生死不明，伊朗已经开出悬赏，号召老乡赶紧出门抓美军战俘了。我要是最高领袖，活捉飞行员后，特朗普再搞大迎击，我就让他复述一遍，录视频发到网上。川子赶紧下令冲滩吧，只要马润发起地面进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看了这么多乐子，怎么少得了吃瓜必备的零食呢？作为食品专业研究生，星辰我也终于带上老本行了。去年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于公公喜提 B 站百搭的于阁老给我寄了几盒舟山特产椒盐皮皮虾。一开始我没当回事啊，但拆开包装一看，这虾个头大，可色亮，完全不像网上用低成本冰冻死虾做原料的产品，一尝味道更不得了，椒盐香料瞬间在嘴里爆开，虾肉 Q 弹鲜甜，
当场我就炫完了一整盒啊。其实之前粉丝催我带零食，我就想试试啊，但这老登告诉我没货了，说什么海边的地道吃货都知道，吃海鲜要看季节。终于皮皮虾经过一个冬天调整到高脂饱满状态，现在春暖花开啊，到了最佳赏味时节。于哥老作为舟山人，特意在当地找渔船捕捞当季特大皮皮虾，每只活蹦乱跳。上岸后啊，还会人工挑选，剔除个头不合格的次品，然后经高温速烹，锁住鲜度，最后再以秘制椒盐香料配方收尾，咸香透骨不抢味，绝不是纯吃调味粉的感觉啊！拆开包装就能吃，微波或烤箱加热下，风味还能再上好几层楼。最近连轴干搞啊，一边啃虾一边码字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不仅满足味蕾，优质蛋白含量还高，对自己好这种事情绝不能含糊。咸海阁舟山椒盐皮皮虾6大盒冷链直达只需93元，多盒还有优惠。于哥老拍着胸脯跟我说，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，一定妥善解决。感兴趣的小伙伴点击评论区链接，我帮大家试过了啊。咸海阁店铺还有很多虾干、海鱼酥等海鲜特色小零食，都嘎嘎香啊！宅家看剧、宿舍解馋、朋友送礼都合适，赶紧选购吧！咦。对了，就在福特号水兵搞出大新闻的31号，内华达州训练靶场的一架美军 F-35又坠机了。美军基地里的战机摔得一架接一架，这就是成语积极复积极的来源。我不小心去查了一下啊，好消息是之前 F-35不装雷达的事啊，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。坏消息是从今年秋季开始，所有交付给军方的新 F-35都将不配备雷达，用配重物代替。F-35项目办公室的理由是，一旦停止生产等待新雷达，生产线就会瘫痪，生产线一停，那么都熟练工人吃什么呀？好消息是，最理想的情况下，新雷达最早明年即可投入使用。此外，项目正在加紧研发同时兼容 APG81 或 APG85 雷达的新型底座。坏消息是，新底座呀，可能要等到2028年开始交付的第20批次才能就绪。而国防部测试与评估办公室的年度报告称，2025财年没有交付任何具备作战能力的、装备了技术更新3的 F-35，还不是一架两架，而是总共158架呀！好消息是啊，洛马公司专门发文澄清，情况属实，但与我无关。坏消息是，雷达延期都怪格鲁曼。当然啊，雷达是小问题，大问题包括目前的 F-35发动机难以满足 Block 4升级后的电力功率需要，预计全生命周期成本增加380亿美元。这个得怪通用和普惠啊。另外，软硬件升级进度迟缓，存在数百个 bug 待修复。他娘的，美利坚怎么成这样子了？虽然前线捷报不断，盟友个个装蒜，狂扔上千导弹，战机炸个稀烂，但都这份上了，董王居然还能丧事喜办，搞个讲话继续赢。4月2号，董王就伊朗问题发表重要全国讲话。说实话，此前白宫又是发预告，董子也发帖，我还以为他要下令天兵冲滩或者丢核弹了呢，没想到全是废话。帮大家省略一下，核心战略接近完成，有望在非常短时间完成目标。未来2-3周内，我们将猛烈打击，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。不是，就这玩意儿，您天天说，有必要全国讲话吗？哎呀，太能吹了，难怪克林顿对他很满意，字里行间都是在赢，实在赢不了，把奥巴马和伊核协议掏出来喷一顿再赢，甚至能跟1、2战越战比时长再赢一次。这集我看过。接下来呢，该派出代表团全球胜利宣讲了。啥？国务卿卢比奥已经指示全球的美国大使馆搞好对外宣传，讲好美国故事。好吧，当我没说啊。董王还表示，美国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，那些需要通过海峡获取石油的国家必须自己去抢。我真绷不住了，还得穿火啊，硬的特别好卖，软的比谁都快。一般人真想不到可以赢到不需要。是，美国不要中东石油，那你跑去和伊朗激情互找，双方拉完，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公共厕所堵上了，提起裤子来一句我不需要。不是，我请问，美国是不需要中东石油，难道美元也不需要吗？美元绑定石油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，美元又是支撑美国霸权的支柱，更何况中东除了石油动脉，还是美国作为全球秩序制定者能不能镇住场子的象征。你这和直接放弃霸主地位有什么区别呀？特朗普是外行特朗普是个外行。
好啊，你如果真不管，那伊朗真要开始收费了。3月30号，伊朗议会立法通过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，同时禁止美以船只通行，禁止单边制裁伊朗的国家通行。要知道啊，拦路抢不是收费啊，可比辛苦挖石油来钱快且轻松啊。最骚的是，伊朗还要与阿曼合作制定法律框架，而霍尔木兹海峡尖那块刚好是阿曼的飞地，这不巧了吗？此外，过路费还要由伊朗本币支付，这相当于照着石油美元重拳出击啊！我有一计，请川普静听。要不美国也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啊，给伊朗交多少，必须给他也交多少，不给的话，伊朗不打，美国打，最后双方都宣布赢了。有道是兵者，古之大势，涨跌之地，盈亏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目前情况是天兵拿伊朗没办法，朗子呢也没法打到美国本土，双方只能僵着。问题在于伊朗好像终于发现了特朗普的弱点不在军事上，而是喜欢炒股，开始营学对攻。3月31日，革命卫队宣布，如果再有领导人被暗杀，将摧毁美国 IT 巨头的中东分部，名单包括惠普、苹果、谷歌、特斯拉、微软等18家巨头。要知道，这些巨头的中东 AI 算力中心集中在阿联酋、以色列、沙特，而他们呢也是撑起美股万亿市值的主力军，这相当于猛掐美股脖子呀。那董王表示我不 care， 当场叫嚣，他们用什么威胁？用玩具枪吗？结果伊朗果断袭击了巴林的亚马逊云计算设施，紧接着迪拜的甲骨文中心也遭到攻击。更离谱的是，朗子也学会互画 K 线，先是总统发声愿意结束战争，但美国必须保证不再侵略。随后副议长又表态，目前最高领袖未批准任何谈判，流程基本是等董王先下空单放完狠话，油价大跌。接着伊朗宣布川普胡说八道，狠狠刷一波大火箭回击，扰乱市场，油价蹭又上去了。比如特朗普全国讲话前脚刚宣布摧毁了伊朗导弹系统，话音刚落，朗子哥就朝以色列狂射导弹，股市一泻千里。紧接着伊朗副外长称，正在与阿曼起草海峡通行协议建收费站，国际油价在大涨后再次回落。然后伊朗接着表示，美以对伊朗能力一无所知，要战至敌人悔恨不已并投降，油价再涨。这仗都要打成生意经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届中东战争改为线上战场线下股市同步举行呢，真就虚假的商战绞尽脑汁只为胜天半子，真实的商战互扔导弹大声吹牛逼。此处为点，上联预警机、加油机、战斗机、机挨机，下联关税令、轰炸令、封锁令，令画零。我们不用听董王所谓的和谈，美国就算总动员也要咬着牙打下去，况且能不能达成协议要看伊朗，能不能停火看以色列。董王唯一能决定的只有白宫宴会厅装修方案。截至北京时间4月2日，伊朗最新一轮导弹打击是第91轮，发射100枚重型导弹、攻击型无人机及200枚火箭弹。据华尔街日报消息，美国只能确认摧毁了伊朗约1/3的导弹库，真应了那句话，导弹越少导弹越多。至于美国，任何理性的人应该不会相信美军会再冲滩，毕竟把几千个轻步兵送到伊朗脸上吃导弹无人机实在太抽象了。但这个世界疯狂之处就在于从白宫到五角大楼，到底还有没有理性的人，这是未知数。中东可以是美国鼎盛时期秀肌肉的棋盘，也一定是美国衰落时最难啃的魔丸。走，石油美元无；不走，美国军队无，一根筋变两头堵。而就在不断赢之际，特朗普后院正在失火。海湖庄园所在地的佛州选区居然让民主党赢了选举，最忠实的司法部长邦迪被解雇，赫格塞斯解雇陆军参谋长。而据全球知名分析公司穆迪评估，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已高达48.6%。美国的全球霸权和金融霸权是建立在世界警察的基础上的。特朗普只想享受权力，却不承担义务，那盟友体系分崩瓦解是迟早的事情。一边在争取全球霸权，一边呢又在亲手拆解霸权根基。1956年，苏伊士运河危机宣告了大英帝国彻底垮台。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，也许也会是它的苏伊士时刻。